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在湖北利川市的大山深处，有这么一户人家，隐喻一世，独占山头。这里地势险峻，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宛如乱世中的天然要塞，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也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寨。寨子的下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毫不夸张地说，这片隐私之地无疑符合了许多人心中对于世外桃源的幻想。想要一睹独家寨的风采，并非易事，需徒步穿越清江古河床以及神秘的地下溶洞，才能抵达这一难得一见的隐世桃源。这样的神奇地形啊，真的是难得一见。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各种好奇，穿越溶洞，揭开独家寨神秘的面纱。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身处湖北风景如画的恩施市，即将启程前往神秘独家寨，全程呢约80公里。大家知道我开的车呢是一辆长安 CS75 Plus， 这两天呢也特别荣幸的接收到了长安汽车公司的邀请，13号到重庆参加长安汽车1年1度的粉丝盛典活动。他们的意思呢是让我从现在开始就记录整个行程，13号到重庆做一次旅途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并且本次行程的食宿以及交通费用呢都由长安汽车公司慷慨承担，非常感谢。对了，这一次出门呢，我的后备箱还带了不少酒，重庆的朋友啊约起来，13号到重庆咱畅饮几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独家寨的边缘，一场探秘之旅即将展开。此次从恩施出发，一起同行的呢还有2位特别可爱的小妹妹。来，2位小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庆子，我是妙妙，我们都是大3的学生。庆子和妙妙呢都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3的学生，我相信对于自媒体啊，他们有着更为专业的见解和技能。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让我们一起跟随她的脚步，开始一场难忘的旅程吧。现在呢，我们正身处于穿过独家寨必经之路的第一个溶洞。那么可以看到，这处溶洞是自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在溶洞外面呢有悬崖绝壁，而镜头转到里面，可以看到溶洞里面又是别有一番天地。这里的溶洞非常之高，也非常之深，人站在这里也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回音。深入溶洞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溶洞内的空气要比外界低几个度。大家可以看到，在道路的两旁有非常多的落石，这些落石应该是从崖壁上积年累月掉落下来的。很多落石上面甚至都布满了青苔，比如说这块很大的石头上面都布满了青苔。站在洞口还可以看到远方有一处比较小的水潭，应该也是洞内经年累月自然形成的。清江从腾龙洞中一跃而下。如果说大自然是一位雕像家，那么清江就是他手中坚韧的利斧。他在恩施、利川2市交界处留下令人惊叹的喀斯特地貌。恩施的大峡谷、利川的腾龙洞，都因为它令人惊叹的自然地貌而声名远扬。穿过刚刚的大溶洞之后，还要途经一片这样的沙树林才能到达下一个溶洞。除了刚刚的大溶洞，在这片区域还有很多小溶洞，这些小溶洞在峭壁上，包括这些地底下，到处都是，非常之多。穿过刚刚的沙树林，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个溶洞的入口附近。
抬头呢，可以看到这里就像一道陷落的天坑。站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河水冲刷而过的痕迹。比如说，大家跟我一起抬头，看到上方有很明显的暗纹，我们可以想象到呢，远古的时代，河水的乱流在底下冲刷而过，形成了这样一种暗纹。这种清晰的痕迹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体会到、想象到远古的那条大河从这里奔流而过的那种震撼感。在穿过了2个溶洞以及一片沙树林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独家寨。眼前一片豁然开朗，一座木质小屋耸立于山峦绝壁之间，仿佛误入了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其实走到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独家寨的入口了。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那么在独家寨的4周都是悬崖峭壁。独家寨呢就被包裹在这4周的悬崖峭壁之中。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独家寨的入口处，这里是独家寨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已经可以看到独家寨的旗子了，这里的石梯修建的十分的险峻啊。那么现在就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去叩响独家寨的大门吧。有人吗？很遗憾，今天老人好像不在家，我们此行真是非常的遗憾。不过呢，也没关系，我之前来过这里一趟，我也可以给大家详细的大概讲一下独家寨里面的情况。独家寨呢，地理位置是十分独特的，它只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去，然后建造的这个位置呢，它的屋前有一大片老人家自己开垦的土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面呢，他种植了很多的经济作物。他说他自己住在这片山林当中也十分的满足，完全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隐居的状态。不管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还是挺羡慕老人的这种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多数城市里面经历了快节奏生活的人所向往的这种隐居的田园式的生活吧。这条陡峭的石梯全部都是老人自己他一块砖一块砖铺就而成的。目前独家寨只有1位老人住在这里，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秦新平。以前呢，秦新平是和他的父母一起居住在这里，不过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去跟城里的大儿子一起住。现在独家寨因此也只留下了秦新平一个人。秦新平为什么是一个人呢？难道他没有娶妻生子吗？不是的，在秦新平早些年的时候也讨过老婆，不过那个时候秦新平居住的独家寨呢遭遇了土匪，土匪呢将他们家洗劫一空。秦新平的妻子眼见家里揭不开锅，只能离开，因此现在只有秦新平一人居住在这里。那么秦新平的祖辈怎么会想到在这样险峻的环境当中组建一个房屋呢？其实秦新平家中以前是居住在镇上的，只不过一场大火毁掉了秦新平原来居住的房屋，当时的生产队的队长就找人帮忙在这处地方修建了一栋小木屋，因此秦新平和他的父母便搬到了这里来居住生活。一亩方田，几间草屋，堂前栽树，屋后栽花。原本荒凉的地方，在秦新平的努力下，成了世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在老人的眼中，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谈不上打扰，他们更像是远道而来的能够陪他疏解寂寞的朋友。老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我相信他在这里过得很愉快，也会欢迎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一起走进他世外桃源般的独家寨以及他丰富的内心世界。